起床喽！起床喽！哥，一大早的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来来来，吃早饭，坐。才7点多，我还没睡够呢。早起点有什么不好啊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那可不一定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那早起的虫儿不就被鸟吃了？对自己好不好，关键要看自己是虫还是鸟。包大哥说的有道理，我还是回去当懒虫好了。哎，薇薇，什么毛病？对了，有你一张明信片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火腿三明治、火腿炒蛋，还有火腿奶油。哎，我说公孙泽，你明明知道我是一个纯粹的素食主义者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是火腿节，只有这些。那昨天呢？昨天是猪排节吧？对了，明天好像还有红烧肉纪念日，反正我家天天大鱼大肉，你爱吃不吃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小子呢是想把我饿死，然后让我自个儿搬走是吧？我可没有赶你走的意思啊，走不走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哎，我是公孙泽，知道了。我去市政厅开个会。开会还需要带枪吗？不关你的事。你可别忘了，我们俩说好的信息共享，联合查案。怎么样？死者身份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死者叫赵化，是店里的老板，尸体是店员在早上发现的。藏真阁古玩店。哎，你们知道古玩店里最多的是什么吗？那还用说吗？古董啊。错，古玩店里最多的应该是故事。Sherry， 来了。今天早上店员说，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的，以为是被打劫了，结果发现了这具尸体。这个场面倒是挺特别的。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景象。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睁大眼睛。死者为中国籍男性，40岁左右，角膜浑浊，全身高度僵硬。从肝温判断，他的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。另外，他除了胸口的致命伤，他的双肩、双手和大腿外侧均有切创，但是伤及的是韧带和跟腱，并没有伤到动脉。
所以我判断，说明凶手熟悉人体的结构，手法专业，动作娴熟，杀的人恐怕还不止一个。打断别人的说话是很没教养的行为。Sherry， 你继续。什么都要你说了，那你继续吧。啊，不，你继续说，我洗耳恭听。另外，根据现场情况判断，凶手体格健壮，应该在195公分以上。195公分，这么高。大惊小怪。照你的意思，这也是你意料之中的。对不起，还真就是这样。你们看，这个血眼图案位置画得非常的高，我身高在180公分，可是我伸出手踮起脚也够不到他的上面，所以说明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95公分以上。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，你怎么不说他是站在椅子上画的这玩意儿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。来，探长哥，我让你看一下。凶手一定是沾了死者的血，然后在墙上画了那个血眼图案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留下了一个掌印，虽然是很模糊的，但还是可以判断出凶手的身高，因为人手掌的大小是身高的1/10。我说的对吗，仙儿姐？长度嘛，在25公分以上，所以凶手的身高最起码应该在2米以上。难道真的是个巨人？不只是巨人，而且是个残酷的凶手。你们看，死者的双手。哇，怎么被烫成这样？这是深2度烧伤，是被烧红的烙铁反复烙烫所致的。而这个，就是在那边火炉找到的。看来这个凶手和赵老板有深仇大恨呐！饶了我！饶了我！饶了我！也许是为了逼问什么事情，比如保险柜的密码。可是这里没有保险柜啊。这双手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说法，在古罗马时代，奴隶主会对偷窃行为的奴隶实施烙刑。烙刑？对，要知道，烫是人体最难忍受的一种疼痛，所以自烙铁诞生之日起，除了可以烫烫衣服之外，其他主要的功能就是刑具。那些奴隶主就是用烧红的烙铁去烫那些奴隶的手。所以嘛，我怀疑这个赵老板一定是偷窃了什么东西，才受此惩罚。胡扯！什么奴隶主，什么古罗马的，这可是在中国。包检察官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赵化是这间店的老板，应该非常富有才对。老板怎么了？老板只是一个称呼，不代表他道德高尚，也不代表他不会偷东西。强词夺理。昨晚你在什么地方？在我妈家，老太太生病了，我跟老板请了假。店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？这说不好，这里的玉器、瓷器、明清家具、古玩杂件也差不多2000多件，这还得慢慢盘。探长，已经查过了周围的住户和店家，古玩街晚上很安静，没有发现什么证人。知道了。哎，你们店里最贵重的古董都在吗？都在，您看，就在这儿。小兄弟，这个地方放过古董吗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这儿放的是乌盆，战国时候的。凶手拿走了乌盆？不可能啊！这种陶制的乌盆不值几个钱，顶多180块钱。您看，这里还有2个乌盆，好久都卖不出去。为什么？不瞒您说，这种乌盆古时候都是用来做逆器的。啊？什么叫逆器啊？这你都不懂？既然乌盆不见了嘛，我们就要好好查查案发现场的任何疑点，我们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查。兴许是昨天卖出去了。
是记者？我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啊？放开！德城每日连线，张鹤。张记者，这里是犯罪现场，不能拍照。身为记者，我有采访权和知情权，你无权阻挠公众了解事实真相。可是我作为 DBI 的探长，必须保证案件调查不受任何干扰。请你马上离开。把相机还我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较真的主意。你小找什么呀？当然了，新闻采访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，DBI 不会知法犯法。还你。给。哎呀，干什么？哎呀呀呀！不好意思啊，摔坏了。我这不是要还你的吗？一不小心摔坏，故意的。我真的是要还你，不小心你没接住吗？无耻之徒，简直是无耻之徒！我在报上写文章给你们报过。干得漂亮，无耻之徒。哎呦，承蒙夸奖啊！走喽。好，就这儿。张鹤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薇薇安小姐，你来迟了。这桩凶案的独家新闻我抢到了。岂有此理！报社的刑事案件一直是由我负责的，你不知道？那是以前，由于我的加盟，报社的报道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相信，好的新闻是靠抢来的。你以前那套靠关系和小道消息的做法，现在已经落伍了。社长说了，以后谁先抢到消息，就用谁的新闻。你加把劲儿啊！你回来，我打死你！沈超，有，你让老马他们去查一下档案，我怀疑凶手有前科。好，没用的，罪犯是不会有犯罪记录的。你是不是专门跟我唱反调？呵呵。后来呢？小开怎么说的？哎呀，不是他怎么说啊，是我怎么说。我跟他说啊，小伙子啊，可不要乱来呀，我比你大20多岁呢，可不要动手动脚的。他说，我不相信，你看起来比我妹妹还要年轻的。就是，最多真是笑死我了。21岁，21岁，好玩的事儿啊！18、19好不好？道歉。我错了。挺热闹啊！过节啊，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一个个还游手好闲，成什么样子啊？都散了。啊，都散了。嗨，这位太太，贵姓？我呀，我叫龚小姐。龚小姐，有事吗？找人呢？找谁？找儿子！哎呀，儿子！回来！儿子！包夫人。看看，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？来，过来，这位龚小姐是个很特别的阿姨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一物降一物，无水点豆。看我的。真难看的。哎呀，我给你喝的东西呢？好。你好，哎，帅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公孙泽。走，你就是我儿子常常提起的那个公孙泽龚探长啊？
我以后就叫你公公。妈，我看这样吧啊，您呢坐火车也坐累了，要不然您就先回去嘛，我这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不行，哎，保证，伯母好不容易来一趟德城，你怎么着也得多陪陪她。我看这样吧，手头的案子就先交给我好。不投吧，公孙探长，你刚才也说了，发生这么大一个命案，我身为一个独立检察官，怎么能袖手旁观？儿子，有命案，谁杀谁啊？死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怎么死的？刀杀、枪杀、火烧的？啊，说说。现在正在查。你带妈去吧，我给你破案去。行啊。这个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这样吧，妈妈，我看呢您挺辛苦啊，那么大老远的过来看我，不如这样，您呢先安顿下来住下，然后呢我再带你去查案。也好，那你家住在哪里呀？啊？什么？难道我来找你要我去住旅馆，不住你家里啊？对呀。把你家钥匙给我拿出来。干嘛？我妈来这儿不住你家住哪儿啊？住得愉快。谢谢。小儿命，把这一箱子和我妈一块送到龙图公寓去。很重的啊。快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。来，我来。很重啊，要不要帮忙啊？哇，他好厉害呀，很结实啊。你平常就吃什么呀？平常。小心啊。不对。我跟你说，你妈可不能赖在我家。放心吧，这是暂时的。有亲必有妻子。凶案现场除了一个模糊的掌纹之外，没有发现清楚的指纹、脚印、毛发或衣物纤维。验尸报告也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地方，线索少得可怜。那个失踪的战国乌盆有下落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经过检查，古玩店里所有贵重的古董都还在，所以可以排除谋财害命的可能。任何没有调查清楚的疑点都可能成为破案的线索，可不能轻易放过哦。对。现在，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凶手的几个特征：男性，身高2米左右，体格强壮，性格残忍，可能有前科。老马。你们那边查的怎么样？最近这2年的犯罪记录里没有类似的罪犯。您老能不能主动一点？这2年的没有就查5年的，5年没有就查10年的。得嘞，有史以来的我一准都给您查了，没史的我也都给您查了，行了吧？严肃点。还有，死者的每个亲友接触过的每个人都要仔细排查。老王，你来负责。好嘞。其实凶手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就是这只血眼。这只眼睛能说明什么？凶手的作案过程有很强烈的仪式感跟指向性，这只血眼应该是别有深意。看报嘞！德城泾县血眼凶案，古玩店老板离奇惨死。看报嘞！简直是胡说！大会桌子，你来呀！来，这种添油加醋的文章，只会让心理变态的罪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兴奋。这报纸上还给这个杀人凶手起了个绰号，叫“血眼巨魔”。嚯，这名儿起的还挺扎眼，挺吸引眼球的。血眼巨魔，这篇文章谁写的？他有没有想到后果？编辑记者张鹤。就是今天早晨偷拍照片的那个人。一个 Vivian 就够让人头大，现在多了一个张鹤。老大，那现在咱们怎么做呀？本案的关键还是要从罪犯的犯罪动机入手。他既然对赵化店里的古玩不感兴趣，那么他到底在找什么？是啊，我也在想。你说他在找……老大，我一猜你就在这儿。老布，加份特饮。好了。说，我排查了赵华的亲友，他有个哥哥叫赵大，藏真阁古玩店本来是他们哥俩合伙经营的，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的闹翻了，分了家。再后来啊，这个赵大在城隍庙市场又开了另外一家古玩店，
这哥俩就唱上对台戏了。兄弟不和，这个赵大极有可能是记恨他这个兄弟。哎，这下可就有作案的动机了啊！可是赵大3天前去了随县收购古董了，至今未归啊！哎，随县离德城不过100多公里，他完全可以中途溜回来作案，或者干脆买凶杀人。老王，你现在就去赵大店里蹲点，赵大一出现，立刻监控起来。是。哎，喝完再走。哎，不了。哎，你的特饮不喝了，老布。哼，他不喝，你喝。这横的什么玩意儿？最新特饮，血眼巨魔。听说包妈今天来了，也不给我介绍一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是 DBI 的头条新闻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哎，你说下次我见到她的时候，我是叫她阿姨呢，还是叫她姐姐呢？叫……行了，终于被你给逮着了，这是我的命门。满意了？非常满意。满意就好。哟，有发现。这被撕去了一页，上面还有血渍。应该是被凶手撕走了，上面肯定是记了什么。老桥段了，利用字迹压痕还原上一张纸的文字。B923，这是个重要发现呢。对不起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什么？怎么了？ B923，应该不是电话号码，也不会是门牌号。有没有可能是图书馆藏号、银行账号，或者是保险箱的密码？哎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数字，就是太模糊了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总共有5位数字喽。我知道了，是车牌号码。B 字打头的，应该是出租汽车。那就对了，说明那个人到古玩店找的不是一个东西，而是一个人。非常有可能，车牌号的司机也许就是杀手寻找的目标。警官，我们公司的出租汽车是分号段管理的。B9230到 B9239这10辆车大概位置是在东江和南湾这2个区域。通常他们是晚上7点左右回来兑换里程簿和交接班。这10辆车现在都在路上吗？哦，不是 ，B9232和 B9235这2辆车一直在公司待命，其他的8辆车一直都拉着客人在外边跑，我们暂时联系不上他们。在公司的车辆我要马上盘查，暂时联系不上的，请把司机的住址提供给我。好的，你稍等。 诊查小赵，有。还有你新来的那个。报告探长，我叫大刘。好。你们现在分头去找到这些司机，每个人都要仔细盘问，车子也要彻底检查。是。3个10，不要了吧？不要。哎，这回不要。 3个2，哎呦，真够背的！再来，来，快点！哎，
呢？快点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干嘛啊，孙大民？你赢了钱想走啊？这人，等等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，我家可不是旅馆，让你借住纯属特殊情况，我没义务再招待你的家人了。哎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放心吧，我保证，等这个案子办完以后呢，我就给我妈找一个住的地方，让她搬出去。咱们丑话说前头啊，让你妈住2天我忍了，但是不能干扰我的生活，尤其不能惹麻烦。放心吧，放心，探长。麻烦大了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妈，妈。这哪来的破鸟？赶快给我弄出去！哇，你们2个小家伙怎么都瘦了啊？是不是太想见我了？哎，包哥，这个鹦鹉怎么回事？你不要见怪啊，这是我们家养了10多年的宠物了。哎，它们都很聪明的。2个小家伙，你们跟公孙探长打个招呼啊！你好，你好，咋嘛？保证。别那么大声啊！我的鹦鹉很容易受惊吓的，很名贵的。哦，这鸟是您弄回来的呀？它们不是宠物，是我的家人，在我们家住了很久了。那个叫小彪，旁边的老婆叫彪老婆。哎，你是搞伙食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2只鹦鹉呢，哦不是，我的家人呐，他们吃什么呢？瓜子儿、花生，还有谷物类要放点谷粉，还有维生素调料。零食方面呢，要吃水果啊，还有胡萝卜，但是必须得削皮，吃的不好呀会掉毛的。啊，掉毛？我还没跟你说完呢。哎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。比如说啊，你把房子搬到别的房间去，因为你的房间有个大阳台，我需要阳台。我每天起来要做运动，还有下午要喝下午茶，晒晒太阳啊。喂，你怎么这么久不出来？哎，你是不是肾不好啊？才肾不好，我对羽毛过敏。保证，我命令你，立刻把那破鸟给我弄出去。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小彪夫妇是我们的家庭成员，family，你懂吗？我不懂，我只知道这是我的家，我的家。这不是我们的家吗？是啊，他肾有问题，脑袋也有问题。李边。啊，长官。孙大民在家吗？我就是啊。你是 B9237的出租车司机吗？对。那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情况啊？也没有什么呀，无非就是一些醉鬼、小混混上车不给钱之类的。干我们这行，3教9流都得打交道，上车就是客呀。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他叫赵化，一个古董商，在城隍庙开一间古玩店。哎呦，确定不认识他？长官，我就是个开出租车的单身汉。你看我这房子，都是从2房东手里租来的，我哪有什么闲钱去逛城隍庙啊？那台是你的车吗？哎，对。带我去看。哎，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去拿车钥匙。长官，我车就停那边，走，跟我来吧。好。来这边。钥匙呢？长官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。有什么可疑的情况，立刻跟 DBI 联络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走了，哎，再见啊。早啊，公公。啊操！喂，啊，我是公孙泽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啊，什么感冒？你才感冒了呢！有什么消息吗？死者的哥哥赵大终于出现了。地点呢？城隍庙市场。哎，等等，你们要去城隍庙的话，把我也带去吧。去那儿干嘛啊？哎呀，儿子，你不知道啊，现在啊，老百姓的钞票啊是越来越不值钱。那我们老百姓能做什么呀？我们只能投资理财。正所谓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什么叫做理财呢？哇，这个学问可大了。哎，妈考虑过了，投资股票呢，风险太大了；投资债券嘛，利润也太小；投资黄金嘛，回报也很慢啊。所以，妈最看好的就是那个收藏市场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来德城之前已经做过非常深层次的调查。我知道城隍庙那个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收藏品集散地，也是我们收藏家的天堂啊！妈，您手里只有那么一点钱，我跟您说，这里面水深着呢，并不适合您。哎呀，儿子，穷有穷的讨伐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捡漏啊？啊？哎，就上一个月，有一个河北来的老头摆了一个地摊儿。有人花200块钱买了个青花瓷，结果这个青花瓷拍卖200万呢！天哪！这个有名的青花瓷啊，放2年还能翻2、3倍呀！所以儿子，你等着我们，我去换衣服，马上就来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！我也去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快！你看呀，多热闹啊！有没有搞错啊？这地方这么乱，能捡到好东西吗？越乱才能捡漏啊！还捡漏呢？我跟你说，这边全是人精，小心把你给捡漏。去忙你的，别骚扰我们。走走走走，走吧。我是大前天下午3点搭火车去的随县，今儿早上5点搭火车回来。有人能证明吗？那天我在车站遇到了同行聚贤斋的贾老板，一起在车站吃了大排面。晚上到了随县，我住的是悦来客栈，那家店是老相识了，每年都要跑个2、3趟。店主和小二也都认识，
你可以去查。就是说这些天你都是在随县转悠来着，是吧？是啊，我这次去就一直在随县的几个村子转悠。头天在户人家发现了西汉的青铜香炉，哎，由于价钱要得太高了，没有谈拢。第二天到别处转了转，收了几件陶器，可心里头还是惦记着那个香炉。第3天头上我又转了回去。买卖这事儿啊，就怕您心诚，任您漫天要价，我是坐地还钱。最后总算叫我给拿下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哎，那户人家的地址在哪儿？哦，随县焦家村，门前有3棵槐树，我这儿有卖给我的字据。你弟弟昨天被人杀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回来才听说的。哎呦，您就别难受了啊！我听说你跟你弟弟赵化关系不大好，正在闹分家呢。啊！哎，军官，您这可不能听别人的谣言呐。我们俩就是经营理念不同，他呢是老思想，要做高端大主；我呢是开价经营，来者不拒。我们俩分家也是早晚的事，分了也好，免得到时伤了和气。哎，军官，我弟弟的事还得让您多多费心了，多费心了。哎，节哀顺变吧。哎，您慢走。2位警官慢走啊！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。这家伙就是一人虫。怎么说？人要是太精了呢，成不了龙，就成了虫，此人必有问题。还行，这次就不跟你抬杠了，因为我也觉得赵大这个人很可疑。第一，亲弟遇害，他毫无悲戚之意，有违常理；第二，正常人被问起3天行程，必然会想上一想，有所脱落，而他却对答如流，居然还有人证，分明就是早有准备，专为对付警方查询的。真是太难得了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你就安排人吧，对这个人的警惕丝毫不能放松。这个烂东西多少钱呢？500块。500块？开什么玩笑啊你啊！你想蒙我？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？新来的大检察官包正。包正听说过吗？想蒙我？走。这个烂东西多少钱呢？兵马俑唐三彩200块。兵马俑唐三彩才200块，值得买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兵马俑是秦代的，唐三彩是唐代的？小孩子，你懂什么？你想蒙我？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？大检察官包正。太太，甭管您儿子是谁，200块就这货色，您自己看着办。等一下警察就来抓你了，你死定了，死定了！不买，走，抓你啊！包阿姨，干嘛？要不我们回去了吧？我逛累了。我还没累啊，那你先走吧，我要继续逛一下。那我走。薇薇，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包大哥，我妈呢？那边砍价呢。你们干嘛去？局里紧急呼叫，我们必须赶到现场。出什么事了？少来了，肯定有情况。哥，上次张赫就抢在我前面了。这次你说什么也别耍掉我。那你老妈怎么办啊？啊，以我老妈的性格，不光到天黑，她是不会回去的。这不合适吧？你这么关心她呀？要不然你留下来陪她吧。哎，别，我可没这意思啊。走。等，就等您和包检察官了。人在哪？
前面的是库门。这是孙大明家，这是他楼下邻居家。上楼。 死者的全身有多处刀伤，致命伤是胸口的这一刀。死亡时间应该是10个小时前，也就是昨天晚上的12点。让我猜猜，死者的双手应该也被烙破。的确是生而毒烧伤。照你的意思，就是赵化和孙大明一样，都偷了东西。 在床垫底下发现了3万块现金，凶手应该不是为钱。凶手应该是在寻找某样重要的东西。你们看，所有的窗户都是关着的，插销也都插在上面。那凶手是怎么进来的？难道他会穿墙术？